灵州云烟湖畔皇后酒吧，这里是整个城市的美女聚集地。2楼的卡座里，一对年轻男女相对而坐，旁边站着一个身高2米多的壮汉保镖。这青年先开口说道：穆千羽小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苏无忌，24岁，游手好闲，一事无成，拿家里的钱开了这间酒吧，目前盈利还行，每个月基本能赚。他转向旁边的高个子保镖：这个月多少钱了？保镖面无表情地开口：老板，300万。苏无忌的笑容浓郁了一些：都是小钱，不能骄傲，得继续努力。保镖：老板，财务说是赔了300万。苏无忌的表情瞬间僵硬了。怎么可能，今天才2号。铁塔一样的保镖瓮声瓮气地说道：老板，你昨天喝多了，抢过 DJ 的话筒，喊了一句全场消费由苏公子买单，然后我们就赔了这么多。喝酒误事啊。苏无忌恼火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小庞，下次说实话的时候能不能看一下场合，我在和灵州第一美女相亲啊。噗嗤，坐在对面的穆千羽一下子笑出了声。他的长发垂在肩上，不施粉黛的容颜精致到像是精心雕琢出来的瓷器，五官清纯却又大气。无论是面孔还是身材，无论是胸前还是臀后，每一个角度看过去的线条都近乎完美，仿佛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绝美财阀大小姐一样。这姑娘微笑着抿了一口果汁：什么第一美女都是传言罢了，我爸非要我来相亲，我就来看看苏公子到底是什么样子。苏无忌笑起来：穆小姐能赴这一场相亲局，我已经很意外了，毕竟我苏老三的名声在灵州可不太好。他穿着花衬衫，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脖子上挂着的银色链子闪着光，嘴里始终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苏无忌的长相其实挺不错，五官十分周正，但是这种花哨的打扮让他看起来很像是个夜店玩咖。穆千羽微笑道：我听说在苏家的几兄弟里，老大苏念为人锋利如刀，老二苏晴稳重如山，而三公子苏无忌则是纨绔浪荡的公子哥，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勤。今日一见发现。苏无忌叼着始终没点燃的烟，笑道：发现他们看人真准。发现苏公子是个挺有趣的人，这和传言没那么相符。穆千羽轻笑，随后他的眼眸中闪过清醒的光。苏公子实话实说，穆家出了一点问题，我爸说整个灵州只有你能帮我。苏无忌咧嘴一笑：穆小姐，穆老二不，你老爸可太看得起我了，我这废物天天在夜场厮混，恶名远扬，怎么有能力掺和到你们大家族的纷争里？这时有3个美女恰巧路过，她们穿着包臀裙，身材性感，大片白皙肌肤暴露在外，那玉露环遮的超短裙边给人带来极强的诱惑感。苏无忌对他们吹了个响亮的口哨，笑眯眯地喊道：等会儿你们仨一起来找我啊，跟昨天一样，我们战斗到天亮。那3个妹子也回之以媚眼和飞吻。苏老板，我们一定奉陪到底。苏无忌又喊道：好，不把腰做断谁都不能走。穆千羽微微蹙眉，随后又微笑着说道：这种时候还不忘撩妹，苏公子真是个妙人呢。他的眼中并没有任何的失望，似乎苏无忌的表现就在他的预料之中。毕竟传言中这位苏三公子又浑黑又搞黄，简直无恶不作。穆千羽其实有些不解，老爸为什么偏偏想要让一个风评如此之差的人来帮自己。这时候旁边的座位传来了一道不太和谐的喊声：
不识相的臭婊子！今天这酒你要是不喝，你们公司的合同就别想签。几人循声看去，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正揪着一个妹子的头发，把酒瓶口使劲往她的嘴里塞去。苏无忌没好气的道：好吵小庞，让他们安静点。好的，老板。铁塔一样的保镖便走到了隔壁座位前，砂锅大的拳头狠狠砸在了那男人的脸上，后者的鼻梁直接被砸扁了，满脸鲜血，惨叫一声，硬挺挺地摔倒在地。小庞走了回来，瓮声瓮气道：老板，安静了。整个酒吧都彻底安静了。苏无忌的嘴角抽了抽：我教过你多少次做事要温柔，要温柔。小庞的表情有点无辜：老板，我只用了1成力，真的很温柔。苏无忌咳嗽了一声，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有些尴尬道：穆小姐，我这兄弟的脑子不太好使，天生的，你见谅。穆千羽再度笑了起来，那绝美的笑意仿若一朵水仙，在这荼蘼的夜色之下悄然绽放。他把话题拉了回来：其实我对夺取家族继承权也没有任何兴趣，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自保。自保？苏无忌摇头笑了笑：嘿，大家族的继承权争斗，稍不留神便会没了性命。我小命要紧，对穆小姐的请求爱莫能助。穆千羽却在桌子上放下了一个信封，说道：如果合作的话，我这边的条件不会让苏公子吃亏的。苏无忌的一只脚踩在沙发上，叼着那根没点燃的烟，眯着眼睛拆开了信封，里面掉出了一张800万的支票。穆千羽认真道：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另有感谢。苏无忌上下打量着穆千羽，咧嘴一笑：穆小姐，我不缺钱，想要我帮你也不是不行，但是要换个条件。小庞：老板，财务说我们很缺钱。苏无忌恼火地说道：缺钱就从你工资里扣。穆千羽差点没忍住笑，他总觉得这个苏无忌和传言中暴力血腥花心的渣男形象有着些许的差别。他迎上了对方那玩味的目光，轻声道：具体什么条件，苏公子但说无妨。其实穆千羽已经猜到苏无忌要说什么了。男人对女人提出的条件一般都和身体有关。果然，苏无忌在对方的浮凸曲线上来回打量了好几遍，才嘿嘿一笑：如果穆小姐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到那时候你是我的人，你穆家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了。穆千羽摇头一笑，说出了进门之前便准备好的答案：听说苏公子的女朋友有很多，想必不缺我一个，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苏无忌摇了摇食指，笑眯眯地说道：可是我从不跟漂亮女人做朋友。随后他对小庞打了个响指：送客吧。才见面几分钟，这家伙居然先下了逐客令。穆千羽稍稍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了一抹飒然微笑：苏公子真是个妙人，我们还会再见的。这样的笑容使得这灯红酒绿的荼蘼光影中多了一抹以往不曾出现过的光彩。苏无忌看得愣了愣：真漂亮啊。他下意识地说道：漂亮到让我都有点想改变主意了。到了酒吧外面，穆千羽准备拉开副驾车门的时候，忽然转头问了一句：庞先生，外面都传言你家老板的女朋友很多，他的身边到底有几个女人？小庞刚要开口，穆千羽又补充了一句：我想以庞先生的率直性格，应该不会说谎的。小庞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老板不让我说。穆千羽的眸子里顿时闪过了一道八卦的光，
顺势追问道：“不让你说什么？”小庞有问必答：“不让我说他是处男。”穆千羽一下子没忍住笑，缓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道：“庞先生的这句话，怕是整个灵州夜场都没人会相信。其实我对苏无忌的糜烂生活并不感兴趣。另外，请转告你老板，我会再来找他的。”话音未落，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打开一看，信息内容居然是：“虽然穆小姐不能成为我的女朋友，但这送上门的支票我可不退啊。”紧接着，酒吧里传出来 DJ 的激情喊声：“今晚苏公子挣了一大笔钱，全场消费，由苏公子买单。”爆炸般的欢呼声从酒吧的大门里涌出来。他这是收了定金，却不办事。穆千羽的心情终于破了功，他跺了跺脚：“这个苏无忌比传言中还要混蛋。”皇后酒吧的顶层有一间苏无忌的专属套房，传言每一个进入这里的姑娘，在第二天早晨都会面色红润地走出来，而且每一次都不会有姑娘单独进入，起码2个起步。苏无忌的糜烂名声也因此传扬开来。而此刻，苏无忌已经和3个姑娘正坐在桌子旁，房间里的大白腿晃人眼睛。他双手搓着麻将，激动道：“来，继续，不战斗到天亮，谁都不许回家。”3个姑娘眉开眼笑，难得遇到一个又多金、牌技又差的少爷，每次陪他打牌，赚的钱起码能买一个包包。过了几分钟，房门被砰然推开，小庞那铁塔般的身形挤了进来。“小庞，我说过多少次了，进来要敲门。”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万一我正在做一些大尺度的活动，跟你撞见了怎么办？”其中一个姑娘掩嘴轻笑，娇声道：“我们倒是想做一些大尺度的事情，可是苏老板从来只想和我们打牌。”一个个小浪蹄子都给我纯洁点。苏无忌随后看了一眼站着不动的小庞。穆千羽临走时说什么了？小庞一脸的认真：“老板，穆小姐说你收了钱却不办事，比传言中还要混蛋。”那3个姑娘再度笑得前仰后合，苏无忌的脸都憋成了猪肝色。他懂个屁，我又不是穆家的女婿，干嘛非要趟这一趟浑水，对我又有什么好处？没好气地说着，苏无忌甩出了一张牌：“3万。”胡了。3个姑娘齐齐把手中的麻将牌推倒，娇滴滴说道：“感谢苏少爷，1炮3响呢。今天状态不好，不打了，明天再战斗。”苏无忌的脑门上满是黑线，在桌子上扔了一叠钱，说道：“都怪穆千羽这丫头破坏我的牌运。”小庞：“老板，你本来牌技就不高。”苏无忌：“扣你这个月工资。”等到3个姑娘拿着一沓钱乐不可支地离开，一个穿着高开叉旗袍的女人在开着的房门上轻轻敲了2下，随后迈动着光洁的大长腿走了进来。这女人曲线丰腴，成熟的感觉扑面而来，仿佛在身上任何一处轻轻一掐就能滴出水来。她说道：“老板有2件事情要向您汇报。第一件事，您姑姑苏赤烟刚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苏无忌立刻坐直了身体，明显有些警惕。这女魔头说什么了？旗袍女人笑道：“您姑姑说，如果老板你敢在相亲的时候让穆千羽不开心，他以后绝对不给咱们酒吧填补亏空了，说话算数。”啊，他怎么不提前说穆千羽都被气走了？苏无忌一拍麻将桌，懊恼地说道：“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把他舔回来，我能那么不要脸吗？”小庞：“老板，
你能……苏无忌瞪了小庞一眼，一想到自己平时确实也是要钱不要脸，于是没好气地摆了摆手，说第二件事啊，抓住了3个小子，在包厢里偷偷摸摸的吸粉，我来请示一下老板的意见，按老规矩废了就行。苏无忌的表情多了些玩味。你这总经理为了这点小事儿特意来请示我，有什么隐情啊？旗袍女人笑道，3人都未满18岁，其中一个叫穆志辉。听了这名字，苏无忌的眼睛一亮。这么巧，穆千羽的堂弟落我手上了。苏无忌问道，这穆志辉是穆老五穆须洞的小儿子，之前一直在国外留学。他对穆家的亲属关系似乎很清楚。是的。旗袍女经理答道。苏无忌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一拍大腿，太好了，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正愁没机会把穆千羽舔回来呢，他立刻拨了个号码，直接打开免提。很快，穆千羽那微冷的声音便从中传了出来。苏公子怎么想起来打电话给我？难道是良心发现要还钱了？苏无忌呵呵一笑，你和你那个堂弟穆……说着，他转向那女经理。穆什么来长？长腿经理说道。穆志辉。你和那个穆志辉关系怎么样？苏无忌问道。不怎么样，几乎针锋相对。穆千羽微嘲道。怎么有闲心问起这个来？你苏公子刚赚了我一大笔钱，现在不应该再和美女们战斗吗？苏无忌看着满桌子麻将，嘿嘿一笑。刚战斗完。穆千羽。这么快就结束了？可。苏无忌差点被口水呛着，缓了好几秒才说道。穆志辉和几个狐朋狗友在我的厂子里吸粉，我准备把他们都打断一条腿再交给警察，你觉得怎么样？反正家里管不了，你决定吧。穆千羽停顿了一下，忽然话锋一转。谢谢你提前问我一声。苏无忌的笑容更灿烂了。毕竟你长得那么漂亮，对于美女，我总要多一些尊重的。他才不会告诉对方真实原因呢。穆千羽沉默了2秒钟，才说道：如果我和穆志辉关系好，你是不是这次就打算放过他？苏无忌哈哈大笑。笑完了之后，他才说道：穆小姐，虽然你有可能成为我的女朋友，但这里是我的厂子，有我定下的规矩，谁也不能违背。说完，苏无忌直接把电话挂断了。挂掉电话，他还给自己竖了个大拇指。舔的一点都不刻意，表现满分。小庞见状说道：老板，我看书上说男人要让女人先挂电话。苏无忌：那破书肯定是个舔狗写的，抓紧撕了，平时多跟我学着点就行了。小庞：老板，你刚刚不是舔狗吗？苏无忌：你下个月工资也没了。电话那边，洗漱完毕的穆千羽穿着纯白的睡裙，坐在床边，眼眸微凝。月光洒在他的身上，细腻弹性的双腿暴露在外，短短的裙摆还不到大腿中段，起伏的曲线极为动人。苏无忌，你打这个电话是准备涉足穆家之争了吗？穆千羽轻轻自语。可是怎么感觉你的转变有点太突然了，让我有点看不透呢？在床上辗转反侧2个多小时，穆千羽仍旧毫无睡意，干脆拿起手机发了个消息：妍希姐，睡了吗？想找你聊聊天。那边立刻把电话打了过来。今天值夜班，本来正想睡觉，结果3个被打断腿的未成年被送到了分局门口，现在睡不成了。朴妍希是华韩混血，曾经是穆千羽的大学学姐，在穆千羽入学之前，一直是临江大学的校花，
目前他在灵州市滨江分局刑警队就职，工作成绩极为出色，身份也早已经从校花顺利过渡成了警花。一直以来，穆千羽有什么心里话都会说给朴妍希听，他对这个大3岁的姐姐极为信任。听着朴妍希的话，穆千羽差点笑出来，随后不动声色地问道：怎么回事？打架斗殴？这3个纨绔子弟不止一次戏嗨了之后闹事。对了，这其中就有你的堂弟穆志辉。朴妍希说道：这次把他们扭送过来的人也算是替天行道了。替天行道？穆千羽回过神来解释了一句：穆志辉以前一直在国外，这2年才回来，我和他的关系不算太好。穆志辉上一次强奸未遂被抓，还威胁着要脱了我的警服。电话那边的声音压低了些。私下里说，苏无忌这次这么做，我还挺解气的。某个名字突兀出现，所带来的愕然感太过于强烈。穆千羽的表情明显凝固了一下，停顿了2秒钟之后，他才问道：你怎么知道是苏无忌做的？朴妍希微笑着道：我们可是老合作伙伴了。这语气中竟是透着发自内心的轻松与熟稔。穆千羽有些无法相信，毕竟以苏无忌传言中的那些恶劣行径，和警方应该水火不容才对，尤其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朴妍希更是如此。他下意识问道：苏无忌不是个开夜店的黑社会吗？他暴力伤人，你们不管管？朴妍希轻轻笑道：表面光鲜并不一定代表正义，灰色地带也不全是阴暗。千羽，你生在穆家，对这一点的理解应该比我更深刻一些。妍希姐，我想去找你聊聊天，现在就去。此刻的穆千羽只觉得心中有很多疑惑要解。他立刻起身，脱去睡裙，那足以对抗地心引力的挺拔饱满轻颤着展现在月光之下。等穆千羽换了一身运动装，准备从包里取出车钥匙的时候，一张叠起来的白色字条掉了出来。这是……穆千羽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张800万的支票，正是自己之前留给苏无忌的那一张。对方难道没收钱？自己难道误会他了？穆千羽神色微滞，还没来得及想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又收到了一条信息：今天晚上可别单独出门哦，你长得这么漂亮，遇到危险可就麻烦了。这虽然看起来是叮嘱，可字里行间都透着轻佻。发件人正是苏无忌。穆千羽立刻把电话打了过去，说道：苏公子管得可真多呢。看你长得漂亮才叮嘱你一句。苏无忌的声音透着一股懒洋洋的味道。你照做就行了。谢谢，你真是个好心人。穆千羽的语气之中带着笑意，实际上那清艳的容颜上并没有多少笑容。他的眼帘微垂，不禁想起了家族里近期那些越发激烈的矛盾。他清楚自己深得爷爷喜欢，那些想要年轻一代话事权的同辈们必定会把火力对准自己，说不定会提前采取一些暴力手段。想到这里，他鬼使神差地把取出来的车钥匙又放回了包里。他收起思绪，问道：对了，你为什么不收支票？还谈钱做什么？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我可不是那么俗的人。众所周知，苏公子确实很高雅。穆千羽微笑着回答得十分自然。其实在从皇后酒吧回来之后，穆千羽对苏无忌的轻浮印象已经定型了。如果不是父亲特意叮嘱，他真的不太想和这个渣男继续产生交集。
可在跟朴妍希打了那一通电话之后，穆千羽对苏无忌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刚才的叮嘱。穆千羽说着，单手脱下外裤，重新坐回了床上。于是比月光还要光洁的大白腿便暴露在了空气里，光是从视觉上就能感觉到那流畅的线条中充满了健康与弹性。对了，我得提醒你一声，穆千羽说道，你的人把穆志辉打伤，我五叔五婶绝对不可能咽下这口气的。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这句叮嘱从穆小姐的口中说出来，让我真的很开心。你这灵州第一大美人还真是人美心善。这句轻佻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小庞那瓮声瓮气的话外音便传了过来。老板，卖粉给穆志辉的上家全部揪出，整条线一共6个人，已经废了4只，扔到临安江里了。小庞，你什么时候能学会敲门？万一我在做很私密的事情，不，我现在就在给你未来嫂子打电话呢。电话在苏无忌那抓狂的咆哮声中挂断了。穆千羽哭笑不得，不过很快他的表情就被凝重所取代。在灵州，关于苏无忌暴力血腥的传言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停过，而这一次穆千羽算是亲耳听到了某些真相。6个人被打断4肢，扔到风高浪急的临安江里，还能活得成吗？不过短短2-3个小时里，就揪出了6个卖毒品的商家。真的假的？这效率怕是灵州的缉毒警都做不到吧？苏无忌凭什么？之前在穆千羽的印象里，苏无忌和小庞就是一对透着蠢萌气息的主仆，而在刚刚那一通电话之后，对方似乎又蒙上了一层无比神秘的面纱。苏无忌啊，苏无忌，你到底是怎样的人？穆千羽抱着被子躺下，却思绪繁杂，久久无眠。等到天色渐亮，他才有了些许困意。而这时候，朴妍希的电话却打进来了。忙了一整夜，女巫沈乔玉茹指着副局长的鼻子骂了整整1小时，现在已经带着穆志辉去医院做手术了。朴妍希说道。显然朴妍希是绝对不想放了这个纨绔子弟的，可穆志辉偏偏还有1个月才满18岁，这其中可以让穆家来操作转圜的余地太大了。穆千羽说道，妍希姐，我那五叔五婶的心眼可不大，你多当心些。我们有只身警服，他们还有所顾忌，但苏无忌那边可能得直面压力了。朴妍希说道，毕竟人是在他的地盘被打断腿的，也是被他的人送到分局的，这梁子怕是一时半会卸不开了。听到苏无忌的名字，穆千羽一下子睡意全无。此刻的他并未意识到，从昨夜到今早，朴妍希提到苏无忌的频次有点高。穆千羽忽然想起了昨天晚上听到小庞那几句关于毒贩的汇报，于是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妍希姐，那些卖粉给穆志辉的人是不是得一并抓了？朴妍希沉默了一下才说道，我们很容易就从穆志辉的口中审出了线索，但是连夜顺着线索摸过去，一个人都没找到。闻言，穆千羽在心中一惊，难道那6个毒贩真的都被扔进临安江里了？但他哪怕和朴妍希关系极好，也没选择在这种时候说出真相，毕竟那和出卖苏无忌已经没什么区别了。此时另一头，刚刚打完电话的朴妍希正坐在湖滨分局对面巷子的小笼包子铺里，他看着坐在桌子对面吃着包子的年轻男人，语气之中带着微微嗔怪，我这学妹并没有出卖你，你满意了？早就跟你说过，千羽为人绝对靠得住，你却非要让我考验一下，
你这是信不过姐姐我。这个坐在对面的青年正是苏无忌，他居然堂而皇之的和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一起吃早餐。苏无忌看着对面的漂亮女人，嘿嘿陪着笑。妍希，你这次又帮了我的忙，我都想不到该怎么报答你了。朴妍希伸出那葱白般的纤细手指，轻轻戳了一下苏无忌的脑门。我比你大，海希姐，别每次妍希的叫着，没大没小。苏无忌立刻否定。那不行，要是喊你姐可就不方便追你了。朴妍希看着苏无忌，无奈又柔和的眼神之中，居然流露出一些宠溺。她是最典型的淡颜系长相，面部线条极为柔和，一双大眼睛如泉水一般清澈，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颜，皆是无懈可击，看上去一眼惊艳。朴妍希一夜未睡，俏脸上铺开微微倦意，更是有种我见犹怜的感觉。而这种轻柔的气质，配上披着的蓝色牛仔外套所产生的反差冲击力，简直强得无以复加。若是在隔壁国家的娱乐圈发展一下，绝对可以成为少女天团的台柱子。朴妍希轻轻摇头。无忌，说真的，千羽是个好姑娘，人长得漂亮，性格也好，方方面面都挑不出缺点。你俩挺搭的，和她好好相处，早点结婚，收收心。苏无忌把筷子放下，挑眉一笑。这话听起来老气横秋的，绝对不是你的语气，肯定是我那好姑姑苏赤嫣让你告诉我的吧？朴妍希并未否认，反而补充道：赤嫣姐给你挑的女朋友人选肯定很合适。对了，她还让我转达给你一句话。苏无忌放下了筷子，本能地收起了笑意，眯起了眼睛。别用家国大义来绑架我啊，我这个落魄的纨绔可扛不起来。朴妍希的目光落在青年的脸上，轻轻说道：赤嫣姐让我告诉你，今天是苏家搬离首都25年整，年轻一代该回去了。穆千羽补了一觉之后，已是临近中午。他悠悠然地冲了个澡，细嚼慢咽地吃了顿饭，这才去了江南骨科医院。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苏无忌的介入，穆千羽现在觉得浑身轻松。江南骨科医院的大股东就是穆氏集团，此时穆家已经有10几个亲戚都在这里了，大部分都是与穆志辉交好的年轻一辈。穆志辉的腿部手术已经结束了，然而当穆千羽来到病房门口，透过人缝看到这个堂弟的时候，先是愣了愣，随后他差点很没同情心地笑出来。穆志辉不知道被扇了多少巴掌，鼻青脸肿，好似猪头。最滑稽的是，这家伙那满头粉色的头发居然被薅掉了一大半，就像是得了严重的斑秃。穆千羽强忍着笑，把四叔家的堂弟穆欢瑞拉了出来，小声问道：欢瑞、穆志辉这被打得不轻啊。穆欢瑞今年才19岁，平日与堂姐的关系挺好，他小声道：千羽姐，穆志辉的脚踝、小腿骨、膝盖以及大腿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这条腿差点全废了。苏无忌所说的打断一条腿，原来是指把这条腿断成好几节，顺便还附赠了许多其他屈辱性的伤害。穆欢瑞压低了声音：据我所知，穆志辉当时还被扒了个精光，丢死人了。噗嗤！穆千羽实在忍不住了，某个家伙连打人都这么不走寻常路，想到这家伙居然是自己老爹帮忙撮合的相亲对象，穆千羽就不禁捂住了脑门。然而这时候病房里传来了一声尖声叫喊：穆千羽，你把你弟弟害成这个样子，还笑得出来？
这是五婶乔月如的声音。她已经在病房又哭又骂一上午了。人群自动地分开了一条路，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穆千羽身上。后者微微一笑：五婶，你凭什么认为这事是我干的？穆千羽、苏无忌前脚和你相亲，后脚就把智辉打断了腿，你还敢说这件事情不是你教唆的？你们这对狗男女！面对如此难听的辱骂，穆千羽的微笑丝毫不变。五婶，我在皇后酒吧相亲的时候，要是知道穆志辉正在包厢里吸毒，恐怕我会第一个报警，大义灭亲呢。吸毒？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大家都知道穆志辉是和苏无忌发生了冲突，但都以为是苏无忌这家伙嚣张跋扈惯了，谁能想到起因居然是穆志辉吸毒。本来挨着病床对穆志辉嘘寒问暖的那几人立刻拉开了一些距离。乔月如尖声喊道：不管智辉做了什么，他都还是个孩子。穆千羽的俏脸上带着一抹嘲讽：差1个月就满18岁，还叫孩子？紧接着一道懒洋洋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他还是孩子，那更不能放过了。穆千羽转身一看，在走廊上站着一个身穿粉红色骚包西装的年轻男人，正叼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在他的身边跟着一个铁塔一样的壮汉保镖，正是苏无忌和小庞。这家伙没等到穆旭栋和乔月如主动去报复他，反而主动上门了。而这时候穆志辉已经从麻药的迷糊劲儿中恢复过来，他一睁眼居然就看到了罪魁祸首苏无忌。这家伙立刻扯着嗓子喊道：苏无忌，穆千羽，你们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我要弄死你们！昨天晚上被人当众扒光了，又抽耳光又揪头发，那是穆志辉永远都忘不掉的屈辱。苏无忌慢条斯理地说道：小庞这孩子还是需要好好敲打敲打。好的，老板。小庞直接用那重型坦克般的身体挤开人群，走到了病床前面，抄起了不锈钢的输液架。砰！穆志辉的脑袋差点被砸开了瓢，又满脸鲜血地晕倒在了床上。做完这一切，小庞又把那沾着血迹的输液架放回原位，转身说道：老板，敲打完了。你是要直接把人敲死啊？苏无忌没好气地摆了摆手：算了算了，穆志辉这废物死了也是活该。在场的穆家人几乎都呆住了，一个个脑子都不够用了。穆千羽看着这一对主仆，抿嘴直笑，这笑容似乎让整个病房都亮了几分。苏无忌看到儿子被打成这样，乔月如的眼睛里充满了恨意。他可没想到，以穆家在灵州的地位，苏无忌竟敢大摇大摆地上门，把儿子又打了一遍。穆家不要老脸的吗？苏无忌、穆千羽，你们这对狗男女！乔月如的双眼喷火一般，颤抖着指着两人：给我抓住他们！话音落下，走廊的另外一端已经走来了好几个黑衣保镖。苏无忌直接张开手，把穆千羽拦在身后，一副偶像剧男主的做派，对保镖们喊道：有什么事冲我一个人来，和我家千羽没什么关系，他是无辜的。穆千羽眼皮跳了跳，随后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苏无忌的后腰：喂，苏公子，有点夸张了，咱俩的关系还没到那种程度，你稍微收一收。苏无忌扭头嘿嘿一笑：那啥，英雄救美嘛，总得营造出来一点气势，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做，不太熟悉流程。
小庞，老板，你不是第一次。苏无忌，你别说话。穆千羽浅笑盈盈。被这么无视，乔月如越发愤怒，嗓音尖利地喊道：姓苏的，从今天起，你的皇后酒吧不可能再开门营业了，我老公一定会把你赶出林州。除了穆千羽之外，在场的穆家人没有谁认为这是在吹牛。下一秒，苏无忌只是慢条斯理地说道：小庞这女人太吵了，你怎么还不让她闭嘴？砰！小庞那砂锅大的拳头结结实实地落在了乔月如的脸上，随着鼻梁发出清脆的咔嚓声响，鲜血在她的脸上炸开。乔月如瞬间后仰倒地，后脑勺与地面撞击，发出清脆的咣当声。那一拳再加上这一撞，少说也得中度脑震荡。起码确实闭嘴了。其他的穆家人皆是呆若木鸡。平日里豪门之争总是充满了尔虞我诈的高端局，怎么今天却变得如此简单粗暴了？这时，乔月如的那几个保镖围了上来，正想对小庞出手。穆千羽忽然淡淡开口：我看谁敢呢？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有一股和那娇柔身形所不相称的气势，生生让那几个保镖止住了脚步。回去。穆千羽又说了一句。那几个保镖犹豫了一下，居然没敢逆着他的意思，而是选择了退到走廊尽头。而其他的穆家人皆是怔住了，他们根本没看明白穆千羽究竟是如何拿捏住这些保镖的。苏无忌对穆千羽的霸气护肤十分满意，他冲在场的那些穆家人拍了拍手，说道：啧提醒你们一声，我要是知道谁还敢欺负千羽，谁就会被我大卸8块，记住了吗？小庞满脸认真：记住了，切成8块。苏无忌一跺脚：我没问你。穆千羽忍俊不禁。然而穆家那10几个年轻人里，没有一个敢笑的，噤若寒蝉。